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比较刺激的恐怖惊悚片，就因为这部片，它让我整整憋了一晚的尿，其中的气氛绝对会让你的肾上腺飙升。害怕恐怖片的小伙伴请简单略过。废话不多说，请跟随我的解说慢慢品味。在世界上有这么一种人，他们专门以低价购买各种凶宅，然后用自己的专长将这些凶宅清理干净，之后再以市场价来出售这些房产。他们也被人们称呼为凶宅处理专员。老板卢克因此赚得盆满钵满，但这些人实际上只是些普通人，他们凭借各种高科技收服了一只又一只利物浦。但这一次他们却遇到了一间已经存世300年的顶级凶宅，助手仅只是用仪器看了一眼，便发现楼上楼下屋里屋外全都是阿飘，灵压之高甚至让他们在白天都能堂而皇之的现身。小美刚从已故祖父的手里接手了这间老宅，但住进去的第一天便发生了怪事。大晚上原本正在看着解剖学的她，竟发现插图中被解剖的人突然变成了自己。而且主刀医生还在对着自己邪笑，小美被吓得你妈呆住了。非但如此，四周貌似还有人在低语，而且声音越来越多，就连壁炉里的火焰也突然喷射出了几米高。小美被吓得立刻就要逃离这里，结果门一开，差点当场原地去世。Hi. I'm Luke Roman. Sorry to drop by so late. I'm here about the house. 小美看到救星，立刻扑了上去，卢克也顺利取得了他的信任。当然有鬼的说法他是不信的，不过经此一役，小美也打算委托他将房子出手。可谁知卢克团队在做了一圈背条后，竟不知道这房子从何而来，只知道他肯定已经存世几百年了。果不其然，在大胡子上门评估时，直接发现了满屋子的阿飘。这所凶宅立刻被定义成了最顶级的5颗星，这在他们开张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。老板卢克立刻上门询问细节，可小美也是刚刚继承这里，知道的并不比他们多。没办法，他们只得带着仪器上门实地勘测。大胡子询问小美有没有人惨死在这屋子里，但小美却笃定没有，因为祖父老年痴呆是在养老院过世的。大胡子听完若有所思，随后便转头看向楼梯，那里竟站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女鬼。而他们经过侦测后，发现地下室的灵压最高。大山打算下去看个究竟，可地下室的门刚一打开，便有一声声狗叫传来。可小美却说家里从来都没有宠物，没办法，大山只得打开录像一探究竟。结果却在镜头看到了一条地狱犬。大山的闯入惊扰了他，不过好在他并没有离开地下室追出来，有这玩意守着，他们也只得先回去再从长计议。与此同时，心大的小美还依旧住在这里，可她原本看得好好的电视，突然就变成了那本解剖书上的内容。主刀医生还拿着刀对着她笑，小美吓得立刻关了电视机。可他刚想眯一会缓缓，面前的环境却突然发生变化，他竟然出现在了刚刚画面里的手术台上。他想逃跑，但却被四周的一群诡异按住。那个主刀医生邪笑着出现，他一边按住小美，一边拿着手术刀打算开膛破肚。好在痛感刺激到了小美，小美挣扎着从手术台上起来，然后头也不回地跑了出去。等到卢克赶到时，小美已经在大雨中坐了很久了。直到第二天看到自己胸前真的有一道伤口后，小美这才相信世上真的有鬼。卢克为了安慰她，也说出了自己的秘密。原来他观察这间屋子很久了，当初小美祖父还没买下这间老宅时，当时的邻居就曾因为杂草丛生上门投诉过，这屋子当时无人居住，但不知是谁开的门，反正那个女人进去后再没有出来。而这人就是卢克的母亲，因为小美的祖父拒绝交流，所以直到现在才被他找到机会。为了弄清楚真相，卢克决定亲自出马。他从冰箱里拿了一块牛排，在见到地狱犬时直接丢了出去。好在狗就是狗，这一招还很管用。两人趁机打量起这个地下室，这里除了一些老酒什么都没有，倒是小美发现了一个洞口，貌似通向地底未知处。小美才看了一会便眼神迷离，紧接着一只巨手从中伸出，一把掐住了观望的小美。就在她即将窒息之际，卢克利用洞口的袋子哐哐几下成功击退了巨手，他立刻将铁盖锁死，诡异这才消失。小美侥幸捡回一条狗命，但地狱犬也快要吃完东西了，两人立刻向外跑去，险之又险的将它锁在了里面。看样子这满屋的邪灵就是从地下室逃出来的，小美的祖父肯定意外打开了通道，才会放出这么多邪灵。现在通道再次被关闭，没了里面的能量供给，很快这些鬼魂也会全部离开，事情暂时告一段落。可卢克的母亲却还被这所房子所困，一直不得解脱。究竟是什么样的顶级凶宅？就连老美最牛的凶宅处理专员都束手无策，所有进入过里面的人都会在3天内被各种尖锐的东西戳死，有在家里搞毛线一个跟斗就被针扎死的，还有玩着玩具弓箭，一箭飞上天把100米外的姐姐爆头的。总之和这房屋有交集的人都会离奇死去，中介没办法，只得请来捉鬼专家卢克。可卢克仅只是站在门口，就莫名有股凉气窜上心头。因为摸不清鬼杀人的规律，卢克便立刻回到公司查阅这所房子的档案。大山称前屋主在1年前因为谋杀租客被警方逮捕锒铛入狱了，可奇怪的是房东并不认罪，因为他案发时正在湖边散步。卢克看房东眉清目秀，认为他大概率是冤枉的，屋里绝对有一只强大的厉鬼在作祟。他让大胡子立刻带上仪器前往侦测一下凶宅的灵异等级，而且叮嘱他千万不要进屋。大胡子刚来到门口带好设备，凶宅的门禁自己开了，里面的东西貌似在邀请他进去。大胡子见状立刻撤离，而那鬼房子也气得立刻砸上了门。
与此同时，房屋的中介也送来了一份名单。黑妹一番查证后，竟发现死的人除了租客和中介的助理外，就是进入过房子的2名买家，他们的死亡时间都是间隔3天。如今看来，鬼屋的杀人规律就是每隔3天抹杀一位进过屋子的人。算算时间，今天就是第5位进入者的遇害时间。鉴于所有人都是同一种死法，大山建议这第5位幸运儿戴上防护眼镜，小心点。可这家伙对他的好心嗤之以鼻，直接掉头离开了。结果当晚灵异便找上门了。正当他庆幸虚惊一场之时，一扭头直接被旁边的气球给戳死了。眼见厉鬼继续作祟杀人，但卢克却连对方面都没见过，没辙的他只得前往监狱探望房东。没成想房东出奇的冷静，他称自己确实不是凶手，但室内没有被强制入侵的痕迹，而那把杀人的大提琴弓弦上又都是他的指纹，所以他百口莫辩，听起来就像是琴弓自己杀的人。不过卢克在谈论时却注意到，房东的手指一直规律的在桌上敲击，但他也没多在意。倒是大胡子有特别的发现，因为他一直监控着这所凶宅的灵压。也就在第5位遇害者遇袭之时，凶宅的灵压达到了顶峰，看样子凶宅标记了所有进入者，每隔3天无论对方在哪，他都能准确的击杀。当务之急就是赶紧找到下一位进入者，在灵异侵袭之前打破这种规律，关押这只厉鬼。可为难的是，名单上的第4位看访者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，签名也很是潦草，无法识别，真是印证了名字写的难看也是要命的。无奈的卢克再次来到凶宅，想要直面里面的厉鬼，可关键时刻大山打来了电话。原来几10年前就有一个小女孩是类似的死法，那个小女孩是全校第1的大提琴手，而第2名正是那位房东。卢克心知找到了关键，于是立刻再次来到监狱。房东一开始还是风轻云淡，可当卢克说出那个小女孩的死法后，房东瞬间变了脸，他的左眼更是闪现出诡异的蓝光。卢克心知找到正主了，但却无可奈何。好在关键时刻大胡子黑进了中介的邮箱，他成功找到了下一位进入者的邮箱，可没成想竟是小美。原来卢克刚清理掉小美老宅里的灵异，他为了尽早搬离，正四处看着新房子，恰巧他就是第4位看访者。卢克为了保护他，将他带来了公司。大胡子一番检测后，确定小美身上残留的灵压频率和凶宅一致，她就是下一个要死的人。卢克立刻命人将所有的尖锐物收起，并叮嘱他一定要等到第3天过完再离开。可谁知小美却担心自己的实验，独自一人在最后关头溜了出来。不过好在他得到提醒后很是小心。可是下一秒灵异还是准时发生，小美就这样跌了一跤，直接把自己给戳死了。愤怒的卢克立刻来到监狱，他质问房东为什么要一个个杀害这些无辜之人。房东称租客因为偷窥他洗澡被弄死后，他就一直很孤单，于是打算弄死些人做点鬼出来陪自己。卢克骂又骂不过，打也打不赢，于是只得愤怒的离开。可刚到门口，他便诡异的笑起来了。随着监狱的门开启，原本死去的小美又活生生的出现了。房东在见到小美的瞬间，意识到自己的规律被打破了，于是立刻陷入了死机。原来卢克一行人经过分析，认定房东身上的那只厉鬼只能按规律每3天杀一个人，只要规律被打破，便能让他陷入死机状态。于是他们自导自演了一出大戏，小美所遇到的人都是他们自己人假扮的。小美假摔倒地时，黑妹立刻在地上倒满了番茄酱，而这一切全部被事先标记了他的房东所窥视。他们成功骗过了这只厉鬼，就这样兵不血刃的关押了他。这明明是只存世1000年的厉鬼，可却偏偏喜欢化形成一个小女孩，而且酷爱找小男朋友。男孩拥有赤子之心，一人一鬼也成为了好朋友。可好景不长，男孩一家打算卖掉房子搬离这里，厉鬼所化的女孩便开始寻死觅活，想以此留住男孩。看到年幼的儿子一个人爬到楼顶，而且还在不断对着空气说话，母亲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好在厉鬼并没有打算真的杀了男孩。虚惊一场的母亲次日便找来了凶宅处理专家卢克，因为前几位看房的人都被厉鬼吓跑，所以要卖房得先捉鬼。卢克刚一上2楼便感到一阵彻骨的凉意，而且他还在男孩身上感受到了一股强横至极的灵压，显然这屋子里的玩意年份足得很。卢克一边让新加入的销售苏珊留下查看户型，一边让大胡子带上装备前去做灵异等级鉴定。然而不等他前往，苏珊便遭遇灵异，听到了一阵小女孩的哭声。好在虚惊一场，不过鬼一般都是出现在身后。果不其然，那个小女孩直接显形了，但这玩意竟开始假扮柔弱，哭闹着要去阁楼上找玩具。心软的苏珊只得上去帮她找，结果却遇到了一只渡鸦。好在关键时刻大胡子出现，苏珊虽然受了惊吓，但好在只是皮外伤。等卢克回来，听到他竟然听信鬼话去帮一只鬼，还差点丢了性命。卢克瞬间气不打一处来，而新闻上正在播的大火也是一只厉鬼所为。卢克刚接到委托，结果这家人当晚便被全部烧死了，所以卢克对他的鲁莽很是愤怒。为了能够顺利关押这只鬼，卢克只得从男孩身上套话，但小男孩也不知道他的弱点是什么。就在他们讨论着离开时，旁边的秋千竟开始自己摇摆了起来。显然卢克的小动作还是被发现了，厉鬼对此很生气，决定给男孩点颜色看看。很快小男孩便惊恐地发现，原本正在修理草坪的父母突然不受控地拿起工具对准了对方。男孩被吓得连连求饶，好在关键时刻厉鬼停止了动作，但他还是一把捏死了男孩的宠物。男孩被他彻底的吓住了，
而苏珊也很快带了新的看房客来，但不出意外，那诡异的笑声再次响起，看房的人被吓得直接一脚油门，留下苏珊一个人风中凌乱。无奈的他只得央求老板尽快处理掉这只鬼，别让他挡着自己发财。卢克在一番调查无果后，于是直接来到2楼要跟他谈谈，没成想这鬼东西还是装柔弱，假装是意外逗留人间的小可爱，但卢克几句话就拆穿了他，他也第一次显现出了真面目。正当卢克有所动作时，苏珊闯了进来，也就这么一回，厉鬼又再次趁机藏了起来。卢克觉得这很可能是一只5级的鬼魔，于是立刻找到了大胡子，而事实也是如此。在女孩变身之时，仪器监测到的灵压简直堪称恐怖，可一旦她变身便无法隐藏，卢克只要找准时机便能关押她。这种千年的鬼物都很狂妄自负，于是卢克便利用这一点设下计谋。他先安装好特制的捉鬼道具，然后拿出一副现代的象棋，厉鬼瞬间被吸引，然后主动现了身。但他哪会这玩意第一步就下错了，卢克不断用言语嘲讽羞辱他，这不谙世事的鹦鹉果然中招。他大怒之下直接现出了原形，浑身都散发着恐怖的阴气，他将卢克一把甩飞，然后就要吃了背叛他的男孩。好在卢克及时按动了开关，随着捉鬼装置启动，满身阴气的厉鬼直接被装置吸住，然后一整个被收了进去。关键时刻还是得相信科学，这家神秘的房产公司专门以低价收购各种闹鬼的凶宅，然后让凶宅处理专员清理掉里面的厉鬼，再以正常的市场价卖出1本万利。老板卢克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。但这些人实际上只是些普通人，他们凭借各种高科技，成功关押了一只又一只厉鬼。然而这一次他们碰到的却是一座拥有鬼域的鬼湖，因为老太太生来天煞孤星，命硬到将一整家子的人都纷纷克死。她不忍亲人离世，于是每当有家人过世，她便将对方的骨灰撒进门口的湖中，久而久之湖水沾染了灵液，慢慢演变成了一座鬼湖。每当午夜时分，鬼湖里的厉鬼便会复苏，随后一步步迈出走入阳间，直到老太太去世，她唯一幸存的孙女才活了下来。但这里有太多伤感，孙女便打算卖了这个房子，可因为这里自成领域，所以每当有人上门看房时，都会被这里的灵异排斥。Oh my God! The house hates you! Run! No! 不得已，女孩只能找来卢克，但卢克查看了一圈后，并未发现任何厉鬼的存在，倒是一个八音盒引起了他的注意，因为上面有一丝淡淡的灵压。金发称这是祖母的遗物，里面刻录了他临终时所创的音乐，看样子这就是那一丝灵压的来源。卢克因为没发现异常，于是便打算住一晚观察下，结果没成想当晚便见了鬼。卢克一路跟到森林里，却意外发现这只鬼竟是老太太。他刚想打听点情况，可一转眼老太太的鬼魂便消失了。眼见这里也没有什么凶恶的厉鬼，卢克次日便打算插上代售的牌子。可也就在这时，无数的呢喃声突然响起，竟是从旁边的湖里传来。卢克被吸引靠近去查看，结果却被金发妹一铁锹打昏，随后便被捆了起来。眼看厉鬼上了金发的身，为了保住自己的狗命，卢克立刻用言语刺激金发，好在将他的意识及时唤醒，暂时驱离了恶鬼。他立刻让金发给他松绑，可就是这么一会，金发的身体又再次被厉鬼占据，提着刀就要来捅死他。卢克只得往外逃去，结果屋外的鬼湖却突然复苏，一只厉鬼苏醒从中，挣脱向着岸上的卢克追来。卢克见状，只得往森林里逃去。他凭借着地势成功躲开了他们。与此同时，又再次遇见了老太太的鬼魂。卢克想要询问破解鬼域的方法，但老太太却只顾着唱歌，可不知为何她的歌词却是倒着的，唯一的一句顺口的就是让孙女离开。卢克立刻意识到这或许就是破局的关键，为了安全起见，他在森林里睡了一晚。次日太阳升起后，他便带上金发迅速坐上车，打算带他离开这里破解鬼域。可谁成想汽车开了一圈之后，竟直接回到了小屋。看样子金发根本就不能离开这里。卢克一下子犯了难，难道是自己理解错了？他拿出那段音频继续听了起来，但除了歌词是倒着的，并没有什么异样。不过很快他便反应了过来，他猛地将音频倒着放，瞬间便明白了祖母真正要表达的意思，于是立刻找到金发。但此时金发正在开家庭会议，他的面前坐满了一群鬼，全都是他过世的家人。此时的他们愤怒至极，觉得金发要抛弃他们独自离开，甚至将一腔怒火发泄在了卢克身上。卢克这个麻瓜没有一点反抗之力，于是只得让金发替他倒放八音盒。随着倒放的音乐响起，面前的厉鬼也瞬间平静了下来，祖母的鬼魂也瞬间出现，鬼域在这一刻终于被打破了。原来自从祖父离世，这座湖边小屋和八音盒变成了他的执念，他将死去的人全部撒在了湖里，自己也自杀在了这。他一直活在过去，死后的执念也形成了鬼域，将一众厉鬼和孙女这个活人全部都困在了这里，不得离开。只有八音盒倒放才能回到过去，鬼域才能破解。祖母因一己之私差点酿成大祸，好在现在金发终于自由了。世上最恐怖的职业绝对是凶宅处理专员，他们以低价收购各种闹鬼的凶宅，随后将厉鬼关押，彻底清除灵异后，再以正常的市场价卖出。老板卢克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。而这其中最凶猛的，无疑是那间300年的顶级凶宅。虽然这座凶宅里里外外都是阿飘，还有鬼医院等多个叠加的灵异，但卢克最终还是通过关闭地下室里的地狱之门，终结了凶宅里所有的灵异。头铁的小美在差点被鬼医解剖后都没有搬走，等到灵异终结后就更是肆无忌惮了。然而他家里也只是平静
静了几天而已，就又开始有厉鬼出没游荡了起来，而且这一次更恐怖更凶险，凶宅的灵异等级也发生蜕变，达到了史无前例的 S 级。里面的厉鬼可以肆无忌惮地附身活人，甚至能够用灵异直接干涉现实世界。面对这一次史无前例的危机，团队里原本平平无奇的销售也将彻底展露出自己的能力。小美因为前后好几次失去意识被鬼附身，每天都在客厅醒来，家里更是被弄得一团糟。她立刻再次联系卢克，不过卢克有事便委托了在附近的苏珊上门查看。苏珊虽然只是个销售，但是捉鬼的道具却是一样不少。小美在看到桌上的捕灵器后，本能的有点畏惧，但就在调试之际，画面里的小美有那么一瞬间，眼珠子竟然变成了全黑。苏珊以为是自己看错了，直到她看到之前小美在桌上画的涂鸦。心有疑惑的苏珊立刻向小美求证，但此时的她已经再次被身体里的厉鬼附身，一颗脑袋更是直接180度的扭转了过来。苏珊想要逃跑，但已经晚了。等到晚上，书房的显示器便自动开启，摄像机的画面里竟然出现了一群厉鬼，而且之前的鬼医生又再次出现了。经此一役，头铁的小美也不铁了，她终于下定决心要搬离这里。可房子刚交接完，大胡子的职业病就犯了，他鬼使神差的拿着仪器进入凶宅检查，看到仪器上即将爆表的灵压，大胡子想要撤离，但已经晚了，他被困在了里面。不过好在手机还能用，他将自己的发现发到了卢克的手机上。或许从一开始他们就弄错了，那个被他们关上的地狱之门根本不是出口，而是入口。得知伙伴陷入了鬼屋，卢克便立刻驱车前往，但这里的灵异已经今非昔比，卢克连门都没进去，便被一股神秘力量击飞。好在大山紧跟其后，才救了他的狗命。为了解救被困在鬼屋里的大胡子，大山连夜研究了附近的户型图，终于被他发现和凶宅相邻的房子有一条地下隧道是相通的。既然正门进不去，那只能从地底想办法。他们以高价收购邻居的房子为由，成功混进了邻居家看房，然后找到图纸上标记的地方，在砸开墙体后，果然发现了一条隧道。可是他们的小伎俩又怎么瞒得过鬼屋？无数的鬼低语瞬间在四周响起，但奇怪的是，这一次鬼屋却并没有驱逐他们。与此同时，在家里养伤的卢克正在查看邮件，里面有一封大山调查的资料，竟是一份死胎证明，看名字竟还是他的妹妹。意识到不对的他立刻驱车来到鬼屋，但是因为前面的经历，卢克并没有直接去开门。就在他犹豫之际，鬼屋的门竟然自己打开了。卢克见状也壮着胆子走了进去，他一路来到客厅坐下，下一秒那个鬼医生便出现在了对面，双方显然都不想废话。鬼医生也说出了这栋凶宅的真相，原来卢克关上的是地狱的入口，因为入口的存在，这里就像是一个漩涡一般，不断的吸引着周遭的一切灵异，但因为入口被卢克用铁门焊死了，所以那些被吸引而来的厉鬼无法通过前往地狱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里的厉鬼越来越多，鬼屋也因此形成了鬼域。身为鬼屋本身的鬼医生也得到了强化，而且随着厉鬼的不断汇聚而来，鬼域会继续壮大，鬼医生的实力也将被无限拔高。为了对付卢克，鬼医生甚至还召唤出了他的母亲。然而这个女人却并不喜欢卢克。卢克纳闷，既然这么想对付他，那昨晚又为什么要将他拒之门外？而鬼医的回答也很简单，因为卢克天生神异，能够看见和克制厉鬼，鬼医生没有把握对付他。但今天不同，因为卢克的朋友都在这所房子里，这也是他最大的筹码。与此同时，通过地道的众人没有找到大胡子，但却都见到了自己最想见的故人。但这些鬼在短暂的和他们重逢后，却都在劝他们立刻离开，因为他们深知这里的恐怖，而且这个房子里的东西一直在不断的挪移。大胡子如今就在地道里，可当他们想要带上他离开时，地道中间却发生坍塌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与此同时，卢克也说出了他母亲的身份，这人实际上就是那个死胎证明里的女婴，当年被鬼医生邀请进入鬼屋的，实际上是他的这个妹妹。而妹妹之所以怨恨他，是因为当年身为双胞胎的他们，正是因为先生的卢克用脐带缠住了他的脖子，所以才导致他胎死腹中。因为他死后化作厉鬼和卢克链接在了一起，所以卢克从小就能看见鬼。妹妹也大方承认了自己的身份，原来他们的母亲产后抑郁，加上受不了卢克的怪异，所以老早就抛下他们父子离开了。妹妹的怨气多年未散，卢克甚至都不知道有个被他杀死的亲妹妹，所以他要做的就是杀死卢克，然后占据他的身体，好好的去感受下作为一个人的七情六欲。而另一边，地道里的众人也在往回跑，因为鬼屋里的亡灵不知为何都躁动起来，开始冲向他们。可是入口被铁门焊死了，没有几千度的火焰根本烧不断那把锁。正当他们绝望之际，一直表现平凡的苏珊也决定不再隐藏了。只见她一把拿过面具，随后手指一抬，便召唤出了一束浓缩的火焰，只要几十秒，这上面的高温就足以融化这把锁。但楼上的妹妹已经等不及动手了，她要勒死卢克再借尸还魂。可就在她要成功之际，苏珊终于烧断了那把锁，众人立刻将那扇铁门打开。随着地狱入口的开启，四周所有的厉鬼都受到牵引，全部都化作一道道光束，被吸进了地狱之中。原本厉鬼都塞满的鬼屋瞬间被清空，直接失去了所有的人力。This house is clean, bitch. We really need to leave the lid open. 就这样，一行人解决了从业以来最大的危机，而卢克也因为妹妹的离开，彻底失去了见鬼的能力。